大家好，我是阿豪。今天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一个可能你从来没深想过，但答案却会让你大吃一惊的问题。如果现在有两个工作机会摆在你面前，一个是在日本，每个月给你4.5万块台币，另一个是在台湾，每个月只给你2.8万块。如果是为了赚钱养家，你会选哪一个？我想，只要是脑子清楚的人，肯定都会毫不犹豫的选钱多的那个，对不对？毕竟，谁出门打工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寄回家呢？这是最基本的经济学逻辑，也是人之常情。但是，各位观众朋友，现实世界里却发生了一个极其反常，甚至可以说是违背常识的现象。就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，有超过80万名来自东南亚的年轻朋友，他们用脚投票，拒绝了日韩的高薪诱惑，坚定地选择了薪水只有人家一半的台湾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难道他们傻吗？难道他们不会算账吗？还是说，在台湾这片土地上，有着某种我们自己都习以为常，但对外人来说却有着致命吸引力的秘密武器？今天阿豪就要带大家层层剥开这个谜题。这不仅仅是一笔经济账，更是一笔关乎尊严、关乎情感，甚至关乎我们每个人晚年生活的未来账。首先，我们要把目光看向我们的邻居。我们都知道，日本和韩国那是亚洲的发达国家，经济实力强劲。在韩国，工厂工人的月薪经常能开到200万韩元以上，折合台币将近6万块，这是台湾基本工资的2倍还多。在日本，企业普遍也能支付约4.5万到5万元新台币。照理说，面对这样巨大的薪资差距，劳动力应该像水往低处流一样，全部涌向日本和韩国才对。台湾应该早就招不到人了，甚至应该成为一座空岛。可现实的数据却狠狠地打了很多经济学家的脸。截至2025年，全台的外籍移工人数已经正式突破80万人。这意味着，在台湾的工厂产线、营建工地、渔船甲板，还有无数个需要照顾长辈的家庭里，每10个劳动者就有一个来自东南亚。这80万人不是被迫来的，是抢着来的。这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玄机？其实，这些离乡背井的年轻人账算的比谁都精。我们要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有个越南小伙子叫阿强，今年24岁，在家乡的小工厂上班，一个月累死累活只能赚6000块台币。这点钱在越南乡下勉强够吃饭，但想盖房子、娶老婆，那简直是做梦。村里的前辈告诉他，出国吧，去台湾做3年，你就能盖起一栋2层楼的水泥房。这句话对于阿强这样的年轻人来说，诱惑力是致命的。为了这个梦，他父母卖了家里的2头牛，凑了4000多美金的中介费。这时候，阿强面临一个选择：去日本还是去台湾？如果光看招聘广告，日本确实诱人，但是真的到了日本，情况可能和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很多移工朋友私下里流传一句话：去日本是赚得多，花得更多，剩的最少。在东京、大阪那种地方，物价高得吓人。你拿5万块薪水，房租就要去掉1.5万，交通费、水电费、吃饭再去掉2万，再加上日本复杂的税收和社会保险，一个月真正能捏在手里存下来的，可能也就1万多块台币。而在台湾，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、全世界都少见的隐形福利，那就是包吃包住。特别是我们家里的家庭看护工，绝大多数是雇主免费提供食宿，等于衣食住行零成本。工厂移工住公司宿舍，一个月也就象征性的扣个2、3千块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他们在台湾赚的3万块，扣掉一点零花钱，几乎有2.5万块是可以实打实寄回家的净收入。对于一个背负着全家生计、一心只想存钱盖房的移工来说，他们不在乎账面上的薪水有多好看，他们只在乎口袋里最后能剩多少钱。在这个存钱效率的比拼上，台湾意外的赢了一局。但这还不是全部，除了钱，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，那就是门槛。如果你想去日本工作，现在的技能实习生制度要求你必须先学日语，还要通过严格的技能考核。大家知道日语有多难学吗？对于像阿强这样学历普通，也没钱去上昂贵语言班的农村年轻人来说，那简直就是天书。韩国也是一样，韩国的劳动许可制
必须通过韩语测验。这些硬性门槛就像一道高墙，把无数想翻身的穷苦人挡在了外面。反观台湾，我们对外籍劳工真的非常宽容，我们并没有那么严格的语言要求，特别是工厂工，只要你会简单的 ABC， 身体健康，没有传染病，交了中介费，基本就能成型。这种比较好进的便利性，给了无数像阿强这样的人一个可触及的希望。而且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在台湾，如果你工作表现好，这几年政策放宽了，你可以一直续约，甚至待上12年、14年。这对于一个家庭的长期规划来说太重要了。在日本，很多实习生制度只有3年，3年一到必须回国。这种断头式的打工生涯让人很没安全感。而在台湾，只要你愿意，这里可以是你的第二个家。讲完钱和门槛，我们要聊聊更深层次的东西。如果说钱是基础，那么感觉就是台湾真正的护城河。大家可能没注意过，对于东南亚的朋友来说，日本和韩国的冬天是真的很难熬，那种下雪的刺骨的寒冷。对于习惯了热带气候的印尼人、越南人来说，不仅是身体的折磨，更是一种心理上的孤寂。而台湾呢，我们的气候跟东南亚太像了，夏天热，冬天暖，还有台风，甚至连路边的树木花草都差不多，再加上飞行距离近3个多小时就能到家，这种地理上的亲近感让他们觉得并没有离家太远。但比起气候，更重要的是人。台湾社会的包容度在全亚洲绝对是数一数二的。我们以印尼移工为例，他们是目前在台人数最多的族群，大多信奉伊斯兰教。对于穆斯林来说，能不能按时礼拜吃到清真食物是大事。在台湾，各大城市都有宏伟的清真寺，越来越多的餐厅挂上了 Halal 清真认证的牌子。甚至在很多雇主家里，虽然语言不通，但阿公阿嬷知道阿弟不吃猪肉，会特地把锅子分开，会在他每天祈祷的时候把电视声音关小。这种对他人的尊重，这种细腻的体贴，就是台湾最美的风景。而在中东某些国家，或者是一些比较封闭的社会，外籍劳工的护照被扣押是常态，甚至被禁止公开进行宗教活动。有些在那边工作过的移工回来后说，那里只有工作，没有生活。在台湾，我们把他们当人看，甚至当家人看。有一位被称为直播达人的沙莉妈妈，她在北投照顾一对高龄夫妻。在她的镜头里，阿嬷戴着粉红毛帽，阿公坐着轮椅比赞，3个人笑得像一家人一样。直播结束，他会跟粉丝说，感谢台湾给他这个机会，让他能帮印尼的家乡盖房子，还学会了怎么照顾老人。很多外籍看护在合约期满要走的时候，雇主全家会送到机场，双方抱头痛哭，依依不舍。阿嬷会偷偷塞给看护一个金戒指，说是给他的嫁妆。看护会抱着阿嬷说，我会回来看你。这种温度是冷冰冰的薪资数字买不到的。说到这里，可能有很多长辈会好奇，那中国大陆呢？那个号称世界工厂、经济起飞的地方，为什么我们很少听到东南亚劳工去大陆打工？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。按理说，大陆机会多，工资现在也不低了，为什么他们不去？原因其实很简单，也很残酷。中国大陆对他们来说，几乎是一个隐形的选项。首先，中国自己人多，虽然现在也说缺工，但他们主要还是靠内陆省份的劳动力转移，官方根本没有大规模引进低阶外劳的需求和制度。你想去那里打工，对不起，没有合法管道，你只能拿旅游签证去打黑工。其次，就算你冒着被抓、被遣返甚至坐牢的风险去了，你会发现那里的性价比并不高。一个普通的工厂工人，薪水和台湾差不多，甚至更低，但因为你是黑工，老板可以随意克扣你的工资，你生病了不敢去医院。试想一下，与其去大陆提心吊胆，每天活在恐惧中，为什么不来台湾？这里有健保，你生病了可以大大方方去诊所。这里有法律保障，老板不敢随便欠你钱。这里有合法的身份，你可以挺直腰杆走在街上。所以，中国大陆政策上的封闭，在过去30年里，其实是台湾劳动力市场的一个神助攻。他把这几百万潜在的东南亚劳动力推向了台湾。但是，各位观众朋友，阿豪今天讲这些，绝不是为了让我们沉浸在台湾真棒、外劳真爱、台湾的自我陶醉里。因为
如果我们就此止步，一个巨大的危机马上就要把我们吞没。现实正在发生巨变，我们引以为傲的首选地位正在崩塌。有一个数据虽然迟到了，但必须让大家知道，早在2018年，日本引进的越南移工人数就已经首次超越了台湾。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，这意味着在这个抢人的战场上，我们已经开始输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日韩急了，他们不再端着架子。日本推出了新的特定技能签证，允许技术型移工长期居留，甚至有机会拿永居把家人接过去。韩国则更直接，政府出面简化流程，大幅降低中介费，只要韩语过关，就能去领2倍于台湾的薪水。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薪资竞争了，这是一场国民身份的抢夺战。当日本开始给移工许诺未来，告诉他们你可以留下来成为我们的一员时，如果台湾还只能给他们3年1签，时间到了就赶人的过客身份，我们的吸引力还能维持多久？更可怕的危机不在日韩，而在东南亚本土。随着越南、泰国经济的崛起，他们本地的薪资也在涨，就业机会也在变多。再过几年，越南的年轻人可能也不想离乡背井了。专家预测，到了2030年代，东南亚的人口红利可能就会枯竭。这是一个我们无法逆转的大趋势，这意味着台湾即将面临无工可用的至暗时刻。大家试想一下，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你家里的阿公阿嬷瘫痪在床，却再也找不到一位愿意喂饭、拍背、半夜起来换尿布的印尼看护，捷运工地因为没人绑钢筋、没人搬水泥而无限期停工，半导体厂的产线因为招不到作业员而停摆。这不仅是经济问题，这是台湾社会的系统性瘫痪。所以今天我们聊这些，不是为了贩卖焦虑，而是为了唤醒认知。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，东南亚移工早已不是我们过去认为的补充人力，或者是可以呼之即来、挥之即去的外人。他们是支撑台湾社会正常运转的脊梁，是我们生活中的心头肉。目前我们的环境还不够好，尤其是家庭看护工，至今不适用劳基法。劳动部的统计告诉我们，近90%的看护没有固定周休，甚至有4%的人全年无休。还有近10万名移工因为受不了低薪或待遇，选择逃跑去打黑工。这些数字是我们台湾劳动环境的隐痛。如果我们想在未来继续留住他们，就不能再抱着恩赐的心态。我们需要全方位的改善环境，提高薪资，保障休假，甚至像日韩一样，考虑给那些表现优秀的移工一个长期留下来融入台湾的机会。台湾能成为他们的首选，是因为我们的友善。在影片的最后，我想跟所有的观众朋友说几句心里话。下次当你在公园看到推着轮椅的印尼看护，请记得她可能也是一位母亲，为了照顾你的家人，她错过了自己孩子成长的过程。当你在工地上看到满身灰尘的越南小哥，请记得，正是因为有他，我们的捷运才能通车，我们的房子才能盖好。不论肤色、国籍，每一个为了家人背井离乡打拼的人，都值得我们最高的尊重。他们只是换了个地方生活。我们要感谢这80万名外籍伙伴，是他们接手了我们不愿做的辛苦工作，是他们照顾了我们最牵挂的家人。唯有把他们当成真正的伙伴，甚至家人，台湾的未来才不会在缺工的浪潮中被淹没。如果你身边也有正在为台湾付出的移工朋友，请哪怕只是给他们一个微笑，一声谢谢，或者是一句简单的辛苦了，因为这就是留住他们最好的理由，也是台湾人最值得骄傲的温度。这里是阿豪讲，带你看见不一样的台湾。如果你觉得这集影片说出了你的心里话，请帮我按赞、分享，让更多人看到这群默默付出的无名英雄。我们下期影片见。